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内国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美中这一场对抗现在走到哪了呢？本来 APEC 预计马上就要见面，结果呢，川普先是放话讲了好几个可能的议题，甚至把台湾都提出来之后，突然有可能生变了吗？从川普最新表示，他是在一个不相干跟共和党议员见面的场合，突然又讲出了这段话。他下个礼拜出席韩国举行的 APEC 会议期间，预期要跟习近平达成良好贸易协议，不过他也多加了一句示警的话，他说这场高度瞩目的会谈仍然有可能取消，代表什么？代表当中有很多的条件，恐怕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而川普说，2026年初先前就说，哎呀，我即将访问中国，这个是在跟澳洲总理见面的时候公开跟媒体讲的。结果当媒体去询问大陆的外交部的时候，居然完全说没有可以奉告的，没有可以进一步资讯可以提供的，所以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这些讯息告诉大家什么？中国大陆的3个讯息正在对美国代表最强硬的态度，对川普失去耐心，越打越硬吗？当美国加关税，中方跟着加。中方加强稀土管制，相比过去，现在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已经大幅下降，所以中方耐心见底，不会因为美国在各种的施压、单边制裁就慌了哦，就让步了哦。中方有底气打持久战，所以当川普这些语气上跟用词的转变，是代表着，这个他口也没用了吗？也就是说，他一旦硬下去，其他国家可能会让。但大陆没有要让他这次的会谈有可能面临变数吗？那么包括了稀土哦，这件事看起来蛮屌的，就是为了稀土管制，全球开始进行，所以现在新规定，大家本来以为只是出口的项目啊、限制啊、审查比较复杂而已，仔细一看不得了啊，各种规定都变了，包括申请稀土用中文书写才行。用中文来签字，而且还要看懂中文的格式，也就是说，如果西方过去用什么 PDF 档啊、Word 档不接受，要用大陆的软体的格式要求，所以这次是连做生意的话语权跟规则都中国人说了算。所以当稀土出口管制的时候，欧洲也紧张了。赶快的要跟中方进行紧急会议，在北京这场跟大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的经济会议里头呢，是谢夫乔维奇代表，双方对于到底那稀土限制之后，我们欧洲怎么办？这个所谓的全球产业的供应链，关于稀土的部分要稳定啊，那欧盟怎么有办法有审批的便利呢？担心也会变成转口就到美国去了吗的可能性，如何的防堵？双方谈了很多，而大陆的稀土管制大限是倒数计时，因为下个礼拜11月份，然后就准备要进行的时候，全球的车厂都很焦虑啦，因为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关键的元素就要靠这个稀土，所以多国国际车厂加速寻找替代资源，但恐怕都没那么容易，到时候零件的短缺即将发生灾难性的危害吗？那跟中国企业一起抢哈萨克钨矿，这个怎么回事？第一次很罕见看到美中的政府一起用商务部部门的概念去竞标哈萨克境内最大未开发的钨矿开采权，在很多媒体看说，这是很稀有的状况哦，因为钨是制造弹药、炮弹、武器装备的关键金属，所以显然川普政府动用要非常规的手段了，想办法抢也要抢赢，不能都被大陆给完全拿干，然后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有各种竞争的可能性吗？两大经济大国争夺矿产，那么川普跟澳洲签，昨天我们看到他双方很快乐的签了一个协议嘛，够不够呢？矿业投资者说，西方政府在确保锂啊、稀土这些国防工业的材料供应上动作仍然太过缓慢，所以必须在创新跟资金投入上超越中国，他们都忧心忡忡。那么美企呢所焦急跟担心的事情呢，当然也有这个中国最近对于全球私人企业的报复行动。美国贸易代表特别加以警告跟谴责啦，说很多的企业外企要帮美国发展关键技术的时候被恐吓被警告等等的呼吁不要这样。以前过去都是美国这样想不到现在是倒过来了。而美企要游说团体敦促川普终止对出口的新限制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规则各种的施压反而已经导致了
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出口活动立刻暂停，所以这造成的危害不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危害比较大，反而是国内吗？因此，国内的很多的企业开始游说，希望川普改变政策。看到另外的是，大陆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已经越来越推进叫做去美元化这个议题，我们大概已经讨论了至少1-2年以上。那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包括香港的南华早报就说，越来越多的海外账户特别是来自东南亚啦、中亚啦、非洲新兴市场的客户，主动提出来用人民币结算贸易订单，这包括了虚拟币跟实体币。人民币结算的升温，是不是也代表某一种这个其中市场变化、美中对抗呈现出来的结果？伯彦，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好好的学学川普的谈判的艺术，或者谈判的招数，或者谈判的手法，非常有趣。大家仔细看，川普所有的谈判大概不分这4招。它是有顺序的哦。第一招叫做引军入瓮，也就是说，他一定会提出很好的条件啊，例如跟普京谈，告诉你，他可以在你们作战的边界，可以开始让乌克兰把这个土地割给你，然后把顿巴斯都给你，然后跟习近平谈，告诉他谈成了，我芬太尼所造成的20%的关税都没有了。另外呢，我对于你的晶片的科技管制，我也可以放宽，这个叫引军入瓮。好，那引军入瓮以后怎么办呢？消息出去啦，两边要见面啦。好，那这时候他就又开始对中方又提出了什么？第一个，我国内压力很大，很多人有意见啦，所以要附带一些你要同意我的，而这时候你已经上了贼船啦，你就不得不答应啦。然后接着告诉你，你的谈判队伍里面，你看那个李成钢，不请自来，对不对？常常喜欢扮演战狼的角色，破坏谈判的气氛，把他换掉。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出大绝，他就告诉你，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等不及啦，我已经答应了普京啦。我当时不是讲吗？2周后啊，时间重叠啊。本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跟在韩国庆州 APEC 峰会的场边会，2个时间重叠啊，讲的时候都是2周后啊。那2周后到底是要跟谁见面呢？所以他就会告诉你中方啊，如果你不同意我的条件，那我就不去了，因为我还得赴别的会啊。我甚至还有一个东盟的峰会，他们也一定要我去啊。那我不去东盟的峰会，大家也有意见啊，所以我有选择啊。好，那最后他实在很需要中国的稀土，实在很需要中国去买美国的大豆，所以我跟大家保证好了，川普一定会去。他其实心里想的就是要跟习近平见面。见面的主题就2个，一个是稀土，另外一个就是大豆，中国能不能给大豆下订单，否则中西部农业州洪州的大豆就烂掉了。好，那中方呢，在跟你美方也在下围棋，他知道吧，我手里头握的武器，右手拿着稀土的出口管制，左手握有了我对于你大豆的订单，我怕你美国啊，所以他有没有对李成钢把他的谈判总代表的位置换掉？没有。大家说李成钢不是被解职了吗？错了，李成钢有2个最重要的职务，一个是恒常性的职务，叫商务部的副部长，还在；第2个是功能性的角色，就是谈判总代表。恒常性的位置跟谈判总代表功能性的角色都还在，那代表是鼓励你李成钢好好的去跟美国的谈判代表一搏啊。而李成钢的冲撞确实也冲撞出来了贝森特跟卢特尼克2者的矛盾，另外连格里尔现在也准备加入战局，所以美国整个谈判队伍
已经发生了分裂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方再给你下围棋，然后再放一个你现在你想要跟欧洲结盟，一起来对抗中国，好像我在浅秋主持的某一天，我也谈过跟欧洲要结盟来对抗中国的问题，那很简单嘛。现在中国知道你欧洲就是要我中国的稀土啊，那我告诉你啊，以后要我中国的稀土，请用中文书写。对啊，请依照中文规格，还不能用 Word 跟 PDF。对了，没错，所以他就是要让你欧洲紧张来找我，欧洲一紧张找中国，那这时候美欧的结盟不就破解了吗？这都是双方在狼拼狼，先拼先呐，人拼人，先拼先。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川普的谈判的招数。川普不是只有拿他这一套用来谈判而已哦，他也拿这一套来领导统御，他在管底下的人也是如此。我告诉大家好了，川普以前泡妞也是这么做的。彬哥，那么大家不同的看法 ，APEC 究竟川习有没有真的可能会面？以在美国的翁履中教授，他就说他逆风就预言不会见。他说没有机会，因为双方连基本的条件都没有办法谈拢。但川普现在的风向、口风上的改变也值得观察。川普看起来口风改变，告诉你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我可能不会跟习近平见面。但是我觉得这是故意的哦，就是他故意在那边讲说：“哎，你中国大陆也不要太那个哦，我搞不好到最后关头你没有答应我条件，我就不见你了。”我觉得他想摆出这种姿态，可是实际上全世界都知道他非常想见到习近平。他从上任开始就想见，除非习近平不见他。对，所以我觉得他是想要用这种姿态去给中国大陆一点压力，因为我觉得川普心里头一直认为说习近平其实很想见他，可是我觉得习近平倒未必有像他这样想见他，除非你有双方真的能够达成某一种程度的协议。所以我觉得现在剩下最后这几天，大概美方这边也在紧锣密鼓在瞧，我认为成功的几率还是很大的。我不会认为说，像翁履中老师当然有他的见解，还是乐观。对，那他可能认为都说不会，我认为会，因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川普快要熬不下去，因为美国的产业需要对一大堆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还不跟习近平见面，他回去怎么面对大豆农，怎么面对他的这些汽车产业一大堆的需求？所以他必须要去跟他见面。所以我认为还是有机会。那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很明显，我已经点到你的死穴。所以我就一步一步慢慢来。你说他提出的规定合不合理？我要求你用中文，有什么好奇怪？你要购买东西啊？对啊，我想到我们台积电去美国设厂，连私底下讲的中文都不行，都被告。是啊，所以这是很好笑的事啊。那我们去美国申请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全部都要用英文？对啊，他为什么不用让我们填中文表格？所以本来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家国格，过去是为了让你方便。那现在大家如果都要摆姿态的话，那我们就按照规矩来嘛。你本来你要到我国家做生意，你就是要听我国家的风，我规定什么风，你就是什么风，对不对？你没有什么好去那个辩解的哦。那至于说这个王文涛跟欧洲的现在这样的谈法，欧盟当然非常紧张，因为欧盟怕这样一卡，它一大堆产业要跟着倒。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对欧洲的态度是比较和缓，因为他也知道美国正在努力拉拢欧盟来对付他。那中国大陆至少希望就是。你欧盟当然不可能跟我中国大陆站在一起，但至少你可不可以尽量不要跟我为敌？因为他跟美国联手在一起，对中国大陆来讲也不是有利的事情，所以他对欧盟的态度就不会这么硬，双方能够谈就谈，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策略。那只是现在最近这一阵子，你听到美国在澳洲啊，在全世界各地啊，到处去抢各种的稀土矿，对他获得了一些成果，可是这不只是缓不济急而已哦。你现在只是抢到了开采权，请问一下，美国是不会开采吗？美国是没有稀土吗？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它是没有办法提炼、冶炼。对啊，那你冶炼的技术你现在没有的话，你现在只是拿到矿权有什么用？中国大陆开采也不是全世界最多啊，可是问题是，就是全世界会送到他那边去提炼了，所以你不要开采了个半天，到最后你还是要送到中国大陆去提炼，那你不是白搭？所以我觉得美国真正的问题是，你要赶快想办法把自己的稀土产业建立起来，可是那要花上时间，花上几千亿美元的金钱，然后
还可能要有同样素质的这些工人，请问一下你有吗？好像你都没有，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缓不济急啊，为这个情况恐怕会雪上加霜，越来越危险啊。那葛雷尔讲这句话，我是觉得最妙。他说外企驻美国发展关键产业却遭中国制裁，好像一副很可怜的样子，他们是无辜的。请问一下，那一些跟中国大陆有来往的企业不都被你美国制裁吗？那为什么你可以去制裁别人，别人就不能制裁你？刚好而已啊。而且我也不相信，如果这一些企业单纯只是跟美国合作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去关系到中国利益的时候，中国大陆根本也不可能会制裁他。所以葛雷尔也不要睁眼说瞎话，大家就是互相报复而已。要买我的稀土，先学中文再来。然后川习会到底现在会不会建？恐怕决定权不在川普手上。我觉得这次川习会建的几率其实是不高了因为已经快要 APEC 开始要开会了嘛那我想说底下来讲的话，这些幕僚都还没有谈好，条件都还没有谈好。那当幕僚没有谈好之前来讲的话，那不可能说是这个中美的贸易叫习近平、川普两个面对面在里面谈，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一定是底下先谈好才会这个主帅才会见面，那最后只是一个拍板定案。就像是我们看到在马德里会谈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时候马德里会谈我们看到是 TikTok 达成一个框架式的一个协议，就中国同意把这个 TikTok 这个除了核心的技术之外核心的演算法之外，其他愿意卖给美国的一些公司。那相对的那个时候谈完以后，我们合理的怀疑是不是美国答应了中国一些事情，但是你做不到。所以我们才看到这次来讲，中国这个使出这个最严厉的杀手锏就是稀土、黄豆等等来作为一种报复。那以前来讲，中美双方贸易谈判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中国先讲一句话，就是要谈我们大门敞开，要打奉陪到底。但这次你有没有发现改变了？他是先把要打奉陪到底摆在前面，后面才讲说要谈我们这个大门敞开。所以代表的是中国这次是硬杠到底然后一定绝不退让，而且感觉到一步比一步这个要更硬更狠。尤其是说，这是我们明显看到中国来讲，在稀土这方面来讲是叫乘胜追击，因为我已经赢了嘛，在这方面你不得不让步，你这个不管是你美国、欧洲、欧美的这些日本这些国家，在稀土方面来讲，你不得不服气，不得不跪下去。那在我既然已经握有这个主动权的状况之下，我当然要乘胜追击。哪两点乘胜追击？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用中文来谈这个是形式上、意识上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我想说，对这个中华民族的所有人来讲，一定是觉得扬眉吐气了。那以前来讲，我们看到包括到这个嫦娥探月的计划回来以后，采的那个矿石研究出来的论文都要用英文来写。那这次来讲，居然要美国你要买我的稀土，必须要用中文。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人民币交易那上次在澳洲的铁矿来讲的话，以前都是用美元做交易，但是必和必拓这是澳洲的铁矿已经开始要求他们用人民币交易。那最后刚开始澳洲也是硬到底不行，如果说是你不用美元交易来讲的话，我们就不卖你不卖我就不买。结果没想到这个最后来讲，澳洲立刻第二天中国摆出强硬态势来讲的话，那澳洲就软下去，同意用人民币交易。当然不是全额人民币它是30%，就是说我拿了你的人民币，那我有这些人民币之后，我未来来讲的话，我可以跟你中国采购东西，我就用你的人民币来跟你买嘛。那另外来讲，中国这次我看到在贸易方面也大量的储备黄金以作为人民币交易的一个本钱，就是说你有了我人民币，那你也可以去买我的黄金，用黄金来讲，而后来讲作为一个这种计算的一个基底。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有关于中美贸易来讲，中国不但是赢了，而且还乘胜追击我想后续会不会说要求用华为的鸿蒙系统来做这个前沿那就更狠了。真的所以这个是话语权拿在手上，把游戏规则都改了，这是一个新做法。而日本的政局呢，总算告一段落的稳定了吗？新任的首相出炉，先前被认为可能还有风险万一这个小党是跟其他的在野党结合的话，还不一定有胜算。但最后他跟这个在野党结合之后，终于在众议院465个席次里，就第一轮拿下了237票，过半，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位女性的首相。而且她上任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见川普了。川普下个礼拜就要访日本了。那么日本
跟美国相关的谈判呢，对于整个包括关税等等呢，还有担心对美投资跟军费，就是高市早苗现在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预计28号就有见面，那双方记得川普记得讲的啊，有可能要增加军费啦，甚至要求那个土地的所有啊等等，日韩都在谈。那现在有高市早苗会不会好一点？不知道，有待观察。但川高会28号可能登场，共同社的报道是说，这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会要求日方确实履行在石破茂当时所签下来哦，答应要降低关税承诺的总额5500亿美元对美资产的投资，它还可能会使日本包括在能源啊、半导体啊、重要的矿产啊，要有更多的具体投资计划。那高市早苗当选，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说，希望日方跟中方相向而行。当然是因为过去高市早苗的背景相对的抗中，一直都是蛮极端的角色。那虽然他当选这个光总裁之后，自民党总裁之后，就没有去靖国神社参拜，这代表一个态度可能会有的转换吗？尤其这次他正式的当了首相之后，外相是谁引起他的关注？哦，答案出炉，是茂木敏充的时候，外界都认为呢，接下来会降低中日可能冲突的这个不确定性。因为呢，这位任命外交经验丰富、跟美中都打过交道的这位茂木敏充呢，就可以避免高市早苗以他过去的行径里的外交的手段过度极端。那面对川普发起的贸易战，中日韩都在想尽办法哦，让韩国也等着川普去，要求降低关税，要签下协议等等的。但问题是，这三方要建立的货币互换机制要来进行谈判。那么北韩呢，就在 APEC 即将举行之际，试射导弹。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他到底射了什么飞弹。到了下午，资讯比较明确之后，发现这个导弹一发射呢，这是在李在明上任以来，已经是今年第5次的导弹发射，还是很多各国元首都要集结在南韩的这个时间点。那结果经过分析之后，疑似这个测试的是最新的飞弹款，叫做火星20型飞弹。那么被说这个射程不但很远，还可以远到美国本土全境，甚至具备搭载多枚核弹头的能力。日本方面赶快说，没有，这个没有伤到我们没有伤到我们日本但问题是，北韩的飞弹对于这个美韩跟日现在的紧密关系里，都有一种威吓或者是代表态度的这个结果。因为这个时间点刚好普会告吹了嘛，川习不知道能不能见嘛，北韩又射这个导弹嘛，所以南韩国防部长说，这最新型的玄武5型弹道飞弹呢，年底投入就要准备吓阻北韩。那还在各种的军力对峙里头的时候，中美的军事抗衡当然引起很大的关注哦。解放军试飞的大型隐身无人机引起了关注，像无人机的轰炸轰20版一样，有更灵活的远程打击能力。还有尼米兹克号最后一舞转战南海之后，南美军在西太平洋双航舰的配置当然美军现在面临政府关门、军费不足等等的情况之下，影响很大。那筹钱还找上私募基金去募集1500亿美元等等，这也是美国过去没有出现过的状况。委员，今天的题目定得太好了第2阶段就是第1阶段的续集。川普跟习近平在韩国的庆州会不会见？本来在川普的团队里面，他分成虽然只有3个人，但3个人分3派。格里尔是专业的。他是莱特希泽的大弟子，他认为他比你其他2个都懂，你们其他2个人只是华尔街里面的金融大鳄，你们没有他专业。好，除了格里尔之外，贝森特是鸽派，比较主张要见面，大家要磨合。但是另外有个大鹰派，这个大鹰派就是卢特尼克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也曾经提出来说，卢特尼克他是个大鹰派，川普还曾经告诉他不要太鹰。可是这一次呢，卢特尼克也赞成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而且说实话，双方也已经签了 MOU 了，所以会不会见？我认为见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因为另外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两边的谈判队伍要见面了，所以他等于是2个主角在韩国庆州见，然后2个谈判团队在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舰。好，那为什么卢特尼克正式主张要建呢？刚才其实浅秋在上一阶段也提到了，因为在上一阶段他不是提到2件重要的事情吗？第一件事啊，澳洲、美国跟澳大利亚合作开发稀土矿，这是谁在主导的？卢特尼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跟中国在抢哈萨克斯坦的钨矿，刚才也提到了，钨矿可以做武器，可以做炮弹，这个也是卢特尼克在谈的，而且去跟中方的国营企业争的，也是卢特尼克在纽约设总部的大企业财团朋友。所以我先把背景跟大家说明。好，那就回来谈说为什么我认为会建。因为在建之前啊，会有一个川普要访问日本，而见面跟高市早苗见面的时间大概就在28号上下左右，他27号就到日本了。高市早苗这一见面，我跟大家说，他头上的白头发一定多很多。他虽然这一次很顺利的第1轮就成为日本历史上第1个女首相，但是高市有2个包袱。第一个，她这一次能够成为女首相，是来自维新会跟参政党2个政党的支持。维新派、维新党、维新会有38票，参政会在众议院有3票，所以加上自民党的票，正好让他得到237票，所以第1轮就过了。可是你要知道，这2个党啊，都是非常极右翼的，他就会把高市早苗在原来的右翼再往前推到所谓的更右翼。这第一个。第二个，刚才浅秋也提到一个人叫茂木敏充，这个人我也认识。这个人他这一次做外务大臣，在自民党里面有3个派系，一个是安倍派叫清和会，清和会的头就是茂木敏充。另外一个叫红池会，红池会就是岸田文雄的叫岸田文雄的会，他的头是林芳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麻生派，当然麻生派是高市后面最主要的推手，但是这一次大家妥协下，用了清和派的核心的头茂木敏充做外长，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可是茂木敏充当时怎么下台，你知道吗？黑金事件啊，自民党会衰落，会这么衰，参议院也是没有办法过半数，众议院也过不了半数，就是因为黑金嘛。所以你今天茂木敏充上来的话，你说这个黑金的包袱怎么卸得下？好，再者，川普一定提3大要求，叫高市要兑现，这都是前期的石破报留下来的。第一个，5500亿美元所答应的投资怎么处理？你要给我美国一个保证。第二个，买阿拉斯加的天然气，还有修那个运川的管线，日本你要负责。好，第3个，你日本的防卫支出占 GDP 的比例要由现在的 1.8%， 听说了啊，要上升到 3.5%， 还不是我们讲的2%以上哦。是那个以上，大家查一查资料，其实真相已经浮现了，3.5以日本现在的经济是撑不了的。将军怎么看这个日本的新局所对于亚洲包括台湾的影响？当然这个高市早苗他自称是安倍的这种徒弟了他会走安倍路线。安倍我们最常见到他讲的一句话，跟台湾有关系的就是台湾有事，这个日本有事大家要注意到，安倍讲这句话是他卸任之后讲的，而不是他在职的时候讲的那所以说，我们台湾来讲也不需要对这个高市早苗抱太大的一个期望，因为现在来讲他真的当了首相之后，
我相信他在言行方面会更加的小心谨慎，因为中国已经对他提出警告了嘛，希望有关于台湾问题一定要在这个历史的认知之下认同这个历史的事实那我想说我想高市早苗在这个对台的问题上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冒进，不然的话，你说激怒了中国，对你这个高市早苗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看看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解放军他们这个做出来这一款所谓的无人机这个翼展42公尺，这个有多大？你知不知道？这个我讲一个飞机你来比，你就知道它有多大。美国现在最新的 B-21轰炸机翅膀张开来，宽度是40公尺。它比 B2 还要大2公尺，翅膀张开。现在是无人机，而且它是无人机你看多可怕。那美国那时候去轰炸伊朗的时候，用的是 B2 轰炸机，因为你上面要坐人，其实是2组的飞行员轮流飞行，因为横跨整个这个地球来讲的话，才可以做轰炸，中间还做了好几次的空中加油。但是 B-21来讲，你人这款无人机，你就可以第一个上面可以不要有人，这个人的空间拿来可以做燃料的存储人也不需要在上面睡觉吃饭，那可以完全将这重量解除，然后来作为燃料或者是这个装弹量。你看它42公尺，事实上比这个美国的 B-21还要大。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看，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已经有这种那么大的一款轰炸机，无人轰炸机，其实解放军还没有必要再去发展就是轰20。如果说它已经有无人机，未来作战我们说是无人的形态，那可能它就不需要再发展轰20。第三个你要知道一件事，这种无人机它可以在哪里起飞？它是不是可以在航母上面起飞？那就美国就吓呆了。为什么？如果说是我们看到它现在解放军的航母都是用电磁弹射，它现在来讲003我们不敢讲，如果004听说这个吨位更大这个可能到11、12万吨，那么大可不可以将这一款的无人机上面它翅膀可以折叠起来嘛？折叠起来可以装在这上面。如果它再装上那种长射程的这种导弹，比如说是东风21D 或者是鹰击21或甚至于长剑1000等等这种远射程的武器，那再用航空母舰带到某一个地点来讲放飞，那很可能可以直接攻击美国本土。所以我觉得这款战机出现这款无人机出现，对美国来讲真的是对美国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讯息了。那之所以北韩发射这种这个导弹，我觉得是第一个是针对 APEC 嘛，这个金小胖他可能在表示说，我在这边大家不要忘了我，你们这些川普也来了，这个高市早苗也来了不要忘了北韩还有我在。那第二个，我觉得它是针对南韩前2天发射的那边玄武5，玄武5知道有多可怕吗？玄武5这个弹头重量就8吨，8吨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上次看到美军这个用 B2 轰炸机带着 GBU-57的那种导弹，号称可以炸穿60公尺深的这种钢筋混凝土，它的重量是13公吨。如果它是8公吨飞到更高，从上面砸下来，我觉得这种穿透力会更强的所以我觉得金正恩是不是因为韩国发射了这枚导弹，那他也要这个耀武扬威一样，也发射一枚这个弹道导弹来跟这个北韩跟 APEC 这些与会人员来做示威。彬哥，川协会不确定了，但确定川普去日本一定会拿很多伴手礼，好好的被接待。川普如果没有好处，他是绝对不会去。如果去了什么东西一事无成，那干嘛去呢？所以川普一定会想办法要东西。那高市现在上来其实是很勉强，因为他虽然勉强组成了一个格外联盟，但是也只是刚过半了一点点而已，所以他这个局势其实非常不稳定。而且维新会是不入阁的就是他不愿意去承担这个政治上的风险，所以还是你去。而且维新会过去长期以来，他其实是在挑战对抗自民党。虽然他的早期成员大部分自民党出身，可是他们的主张在很多地方跟自民党是差距很大。那甚至因为他们叫大阪维新会嘛，他们很多就是主张要让大阪变成第2个首都、副首都所以这个主张过去自民党一直在挡。那现在自民党要配合他们吗？所以这中间矛盾其实很多。所以有人这不知道叫看好还看坏，说他可能会成为令和最短命的首相也不一定，这是有可能的。那当然就要看高市早苗的功力和自民党到底内部派系能够配合到什么程度这些中间动作很多。但是对他来讲，他第一个要面临的难关就是对付川普，
川普之前对石破茂是不断的施压到石破茂几乎快要撑不住。那现在高市上来，高市撑得住吗？因为你如果撑不住的话，以川普他随时说翻脸就翻脸，可能把你关税调高，可能对你做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然后硬跟你要美军驻在地的这些费用，那日本会遭遇到更大的压力。可是你一下要日本拿出5500亿出来，你开什么玩笑？日本一下拿出来，日本就直接倒。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关恐怕比他自己国内联盟的问题对他来讲还大。所以我个人认为高市的挑战还非常多，未来是不是能够执政得很稳，还有待观察。川普之前还开开心心跟普京通了话，说马上下礼拜跟匈牙利要见面了，结果这次恐怕告吹了。听听他自己怎么说。Mr. President, the meeting with Vladimir Putin is canceled or put on hold.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here, and does that affect your decision whether or not to send tomahawks? No,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d meeting.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 of time, so I'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 think Putin wants it to end, and I think Zelensky wants it to en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end. 媒体也很疑惑啊，到底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本来开开心心通了电话说，还斥责了泽伦斯基一顿，就是为了马上在匈牙利的会面啊。现在普会告吹，川普的说法只有不想白费力气。发生什么事？一名欧洲的外交官向路透社表示，俄罗斯开出的条件太多了，美方看出来川普在布达佩斯谈判不会有结果，也就是说要很多。那川普就算去斥责泽伦斯基，也办不到吗？卢比欧跟拉夫罗夫两个人谈崩了的概念哦，在大部分的分析里都是跟这两位外长有关系，因为呢没有办法逼乌克兰就范美俄所要求的所有的这个状况，所以外长会也延期了。到底是谁在逼乌克兰要让步呢？让哪些领土呢？先前媒体有很多报道爆料说被斥责的泽伦斯基，那后来赶快解释说，哎呀，我是美国的特使啦，其实不是川普斥责或要求啦哈，没有要我真的不是从川普嘴巴里讲出来要我把这个几个国土给割让了，是这个。威特科夫啊，在会谈里面提出来让顿巴斯啊，等等两个地方的条件。那川普自己是说，跟泽伦斯基会谈，只有讨论沿线现有的前线冻结战事啊，没有提到领土割让，是不是在欧洲也再度介入，或者有其他的理由？但显然，欧洲跟乌克兰推12点的和平协议，都是主张目前的停线的战火停线之后来做包括战俘的交换跟安全的领土的协议，显然现在川普跟俄罗斯的条件也是没有办法谈拢的，所以谋求俄乌停火，欧洲还准备提一个方法就是要让川普当和平委员会的主席，就算拿不到诺贝尔和平奖不知道下次有机会有没有敦促美国继续保持核心地位，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让他当主席，负责监督相关提案方式能够进行。那这个方法就是要帮川普戴个高帽子，让他继续管下去嘛。但川普的外交政策看看在委内瑞拉跟本来过去的盟友哥伦比亚这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当然派了军舰派了兵到委内瑞拉去，结果那个外长现在由他来谴责，因为总统看起来先躲起来了嘛，不知道比较少出现了因为他想要试图跟川普合作妥协，没有得到首肯。委内瑞拉外长继续攻击美国制造假想敌，证明所谓的防卫正当性，实际上是在加勒比海进行屠杀不止委内瑞拉如此，哥伦比亚总统也呛人民应该要罢免川普，因为他在中南美洲当国王 ，No Kings 也要延续到哥伦比亚来。那拒绝动用军队协助美国干预委内瑞拉，因为川普违反了国际法。川普不开心，那包括了前盟友哥伦比亚的总统，他也突然呛瞎，社群媒体上点名他说这个前总统匪卓指责是非法毒品的头目，这是很严重的头衔呢，并扬言停止对哥伦比亚的款项跟补贴。华尔街日报甚至报道，这代表着过去跟美国本来是同盟关系，北约很重要的盟友，现在也已经变成攻击目标，不再是安全伙伴。而因为川普的这些威胁，哥伦比亚直接召回大使来回应。委员，所以我说今天的题目太好了，这是第3集。我们再来看一下川普的谈判招数。他首先一样的抛给了泽连斯基甜头，告诉泽连斯基
我美国会提供给你战斧导弹，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甚至打到莫斯科，而且还可以把俄罗斯的一些能源设施给打掉。那钱哪里来呢？那钱没有问题。川普说他要向中国课关税500%，那这时候钱就有了，所以你就可以拿这个钱作为乌克兰胜利基金。哇，这时候欧洲听了也爽，乌克兰听了也爽。紧接着，等到泽连斯基同意到白宫去见川普，川普就在前一刻打电话给普京，问普京说：“我给乌克兰给泽连斯基战斧导弹好不好？”普京当然说不好啊，所以川普就告诉普京：“那我给你个面子，不给了，我就不给战斧导弹了。那我们可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见面啊，布达佩斯中间有一条多瑙河啊，多瑙河的西岸叫布达，多瑙河的东岸叫做佩斯啊。”那不就跟你第聂伯河这右边是乌东，左边是乌西一样吗？哎呀，多吉利呀！这是个吉兆。哎，普京一听当然也高兴，所以双方就决定让拉夫罗夫，俄罗斯的外长，跟这个卢比欧双方先做会前会。好，可是等到泽连斯基到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我死了。原来川普答应的战斧导弹没有了，乌克兰胜利基金也没有了，不但这个都没有了，川普用什么方式来遮掩他的背信？就羞辱泽连斯基，让他再蒙受一次重大的羞辱。而泽连斯基哑巴吃黄连，他也没有办法去骂川普啊，现在他不敢再得罪川普，怕引来更大的后遗症，所以他只好对记者说，是要把顿巴斯给俄罗斯的，不是川普讲的，是另外一个人讲的，就是刚才特使，对不对？叫做威特科夫。这个人跟川普好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说男人好到穿同一条裤子。在川普比较没落的时候，威特科夫曾经买了一个cheese汉堡给他吃。然后呢，威特科夫也是房地产的，他说过他房地产的谈判的招数都是向川普学习的。川普就喜欢替人家拍这个马屁，所以他才能坐上中东特使嘛。将来乌克兰俄乌战争停战以后，恐怕重建也是在威特科夫的手里头，甚至连加沙走廊要建成地中海的度假胜地，应该也是由威特科夫来负责。好，所以你看了整个谈判的招数，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他一定让这个普京知道，他说我现在不能跟你在匈牙利见面了，为什么？因为我到韩国庆州参加 APEC 会议，因为我已经到日本啦，那我不可能隔天打道回府回美国啊，所以我只好跟你说抱歉了，不能跟你在匈牙利开会了，我要到韩国庆州跟习近平见面。是，川普选前答应的24小时的和平，到现在还是遥遥无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普会谈崩了，显然普京跟川普见不了面，当然跟前线的战事打到哪里有关系。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哈，如果你在战场得不到的，你也不要想要在谈判桌上面得到的。但是相对的，如果你已经在战场上面你已经得到了，那你绝对不会在谈判桌上面再吐回去。这就是为什么莫斯科拒责沿着现有的前线来挺我，因为他现在打的有机会这个夺取更多的土地哈。那也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俄罗斯说他这个欧洲外交官说俄罗斯开出的条件太多。那我们现在来看战场一个状况是怎么样。我们记得在9月上旬的时候，9月初的时候，这个川普还讲了一句话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他说俄罗斯是纸老虎，我们只要提供给乌克兰足够的武器来讲的话，他就可以收复所有失土。我跟各位讲这句话其实不要笑川普，他不是乱讲那是因为这个川普被骗了。为什么被骗呢？
红军村那边这个俄罗斯开了一个口子，让他打进去，把他的所有战略预备队全部都吸引到红军村那边去了。所以在当这个乌克兰的部队被吸引到红军村之后这个俄罗斯现在在库皮扬斯克发起库皮扬斯克的战役。那我跟各位讲一下，这场战役确实是教科书级的这种战役行动原来双方的接触线大概是红色这一条。那大家注意到这边有一条河叫奥斯基河，原来俄军只是在河这边占领了一块这个滩头堡而已。就我们原来以为他会朝哈尔科夫这个方向打过去，因为这个顿巴斯战役我们都知道是这个由东往西方向来打，结果没想到当这个红军村那边的乌军被吸引到这个红军村方向之后，然后俄军在那边发起这场战役，他怎么打？大家看一下他有多巧妙，他不是往西边打，他往南边打，他切下来，你看他沿着奥斯基河切下来以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就将这个地方的这种乌克兰的军队包围在这个洞里面，包围在这坑里面。那切断以后，他后路以后，他这时候才开始从那边进攻。各位看一下，短短的3天时间，俄军已经占领了这么大一片的土地。那乌克兰的军队现在在做什么？我标志出来了。乌克兰在这边总共有，各位数一下，1、2、3、4、5、6，有6个旅在这边。有2个旅在那边当掩护部队，掩护里面已经被包围的3个旅赶快从河里面撤出来，但是从河东有没有可能这么顺利能够撤出来，这又很难讲。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战场状况对乌克兰来讲非常的有利，这也就是为什么普京不愿意轻易的答应和谈的条件。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委内瑞拉被川普搞的这个，包括了船只经过都很危险，还可能总统有被斩首的可能，因此哥伦比亚现在也站出来帮他讲话。当然，你美军现在在委内瑞拉外海到底在干什么？他自己宣称是对抗毒枭的活动，可是从头到尾他就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他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今天我又击沉那艘船，明天又说击沉哪个毒枭的潜舰，可是毒品呢？证据呢？人呢？都没有，都是他自己嘴巴讲。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行动，然后在那边聚集了大量的部队，8艘军舰很吓人哦，他整个联军舰连海军陆战队总共上万人哦，然后在那边停了1个多月。那请问一下，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是要进攻委内瑞拉吗？看起来好像也不是。那现在有消息传出来说，其实他本来是要哥伦比亚跟他一起去打委内瑞拉，然后结果哥伦比亚不愿意，所以他炸了一艘哥伦比亚的船。是，那反正现在美国把你炸了，都说你是毒枭。然后更离谱的就是呢，现在因为哥伦比亚不愿意配合他，他干脆直接说你总统陪走就是毒枭，他直接讲你就是毒枭头目。那这种还有讲关税，对，他反正就是我要制裁你啊。